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54岁的男子每天光吃菜不吃米饭，半年后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？李先生今年54岁，前段时间他到医院参加了体检，发现身体的血糖水平过高，如果不控制血糖，就会进一步的发展为糖尿病。医生建议他不仅要按照指导的服用药物，还要控制好饮食结构，使血糖恢复正常。李先生对糖尿病特别熟悉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名糖尿病的患者。可悲的是，李先生的父亲在生前饱受糖尿病并发症的折磨，后来因肾功能衰竭而离世。为了避免自己走上父亲的旧路，李先生特别关注自己的血糖水平。他决定自己每天只吃菜不吃米饭，减少身体的碳水来源，使血糖的水平保持正常。果不其然，就这样吃了3个月，李叔的体重还真的出现了变化，腰围小了1圈，走路感觉也轻飘飘的。然而他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医生后，医生却不建议他这样做，因为不吃米饭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，短时间可能不会发生异常，但是时间一长，身体的状况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先生每天光吃菜不吃米饭，半年后身体会有哪些的变化吧。一、为什么停止吃米和面，体重就会嗖嗖的降下来呢？普通饮食模式中，碳水化合物的占比总热量的 50% 到 65%， 脂肪占 20% 到 30%， 蛋白质占比是10到 15%。不吃米饭的饮食模式被称为是生酮饮食，这类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仅有总热量的 4% 到 17%， 脂肪占比 60% 到 90%， 蛋白质占比是 6% 到 35%， 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，饮食以蛋白质以及大量的脂肪为主。可以看出，生酮饮食就是极度的限制碳水的摄入。为什么不吃米面，光吃肉也能瘦呢？一、限制食欲。生酮饮食可以抑制身体的食欲，因蔬菜内的膳食纤维可增加饱腹感，而肉蛋奶类食物也能够延迟饱腹感，让人的饥饿感变得不那么强烈。二、分解脂肪。正常的情况下，身体是以碳水化合物摄入作为主要能量来源，由于生酮饮食所能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有限，当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毕时，就需要将脂肪转换成脂肪酸酮体来供能。在这种的情况下，身体会开始燃烧脂肪来获得能量，体重自然也会随之下降。从理论上看，生酮饮食减肥是不是很完美？实际上，生酮饮食在医学界的争议很大，是一种高风险的饮食结构。二、论主食的重要性，不吃主食危害可不小。一、血糖水平更高，更易患上糖尿病。李先生是因为发现血糖水平超过了正常范围，想要控制饮食才选择不吃主食。然而短时间内限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确实可以使人的血糖水平下降，因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减少，所转化的葡萄糖成分也会降低，血糖水平自然而然会下降。但是意想不到的是，李先生坚持了半年时间不吃米饭，却仍然患上了糖尿病。究其原因，不吃米饭竟然变成了罪魁祸首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因为李先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较少，体内所转化的糖分和热量也比较少，所以大量的胰岛素参与转换糖分和热量，长期的保持这种状态，胰岛素的分泌就会逐渐的减少，进而增加糖尿病的发生率。有的人所吃的主食量少，身体热量不足，就会将目标转向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，大量进食这一类的食物非但无法降低体重，还有可能会导致身体摄入过量的脂肪。高脂肪使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，无法正常的降解葡萄糖，糖分大量滞留在血液中，给糖尿病创造了发病机会。由此可见，不吃米饭可能会短时间看到降血糖的效果，长远看来却会增加糖尿病的发生率，或者是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度，导致血液里面的糖分升高，
使血糖发生过度的波动。2、营养不良。米饭中的营养元素主要有微量元素、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等。每天坚持吃米饭，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基础营养。如果长期的拒绝吃米饭，这些营养元素无法补充，引起营养不良，使身体的免疫力下降，变得更加的虚弱。有的人可能会想，不吃米饭可以通过吃菜来补充身体的营养，但是蔬菜和肉食之中所含有的营养元素各不相同，营养比例也不一样，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不及米饭，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营养失衡，出现面黄、头发脱落等营养不良的症状。3、容易失眠。睡眠是人们一生之中要花耗1/3时间去做的事情。根据研究发现，吃米饭可以让大脑释放出色氨酸以及色青素，这是2种有利于睡眠的化学物质。只要这2种物质的水平保持正常，就能够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，晚上更容易的入睡。如果长期的坚持不吃米饭，大脑无法释放出充足的色氨酸以及血清素，其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。比如晚上难以顺利的进入睡眠，或者是睡着之后容易被惊醒。长期的睡眠不足不仅会使内分泌变得紊乱，还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引起神经衰弱、感冒等情况反复的发生，还会加速身体衰老。4、大脑功能有所退化。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官，对人体极其重要。殊不知，饮食对大脑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。如果一个人长期的不吃米饭，身体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足，无法的满足身体的需要，就会引起大脑的思维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来补充，而米饭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如果身体长期的处于碳水化合物不足的情况下，就会使神经系统的能量下降，引起思维迟钝、记忆力下降、行动迟缓等的现象。因此，保证身体的碳水化合物充足，对大脑功能的维持有很大的帮助。5、肌肉流失。长期不吃主食会导致体内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，身体需要动用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。长期以往下去，就会导致肌肉被大量的消耗，且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。3、正确吃主食，学会这3点。正确的摄入主食不仅不会影响健康，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的好处。这3个细节是你需要知道的。1、粗细搭配。主食的选择要注意粗细搭配，不能只吃粗粮或者只吃细粮，两者的比例保持在1:2即可。烹饪的时候可以掺杂着吃。2、烹饪需注意。烹饪主食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过度的淘米，煮粥不宜煮得太过的软烂，减少使用油炸、煎炒等的方式来制作主食。3、适量。主食虽好，但绝不是摄入越多越好。我国的膳食指南建议是每日摄入的谷类食物200到300克，其中包括全谷物杂豆50至150克，50至100克的薯类食物。4、有糖尿病的人，除了米面，可以替代主食的食物有哪些？1、土豆。相较于普通米面，食用土豆后血糖上升的速度较慢，对于血糖控制有帮助。2、玉米。玉米也是个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，食用后餐后血糖上升较慢，更有利于控制血糖。上面的主食其实都是属于粗粮的范畴，吃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搭配足够的蛋白质，因为粗粮含有的蛋白质含量有限。每天光吃菜不吃米饭对身体的影响很大，半年后可能会出现血糖水平更高，更易患上糖尿病、营养不良，容易失眠、大脑功能有所退化、肌肉流失等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适量的吃米饭类的主食，才能够保证身体更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